这是我的盆栽枣树，一棵就可以结这么多。今天呢，带着大家一起来盆栽出又脆又甜的枣树，可以跟我的结的一样多，而且一年多次结果。今天呢，边摘我的盆栽枣树，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些枣树种植的经验。那我们先开始摘了吧。大家看看这个枣子是不是又大又多？你看，整棵树上都是枣。你看枣有这么大哦。首先呢，给大家讲一下我用的是什么土种的。我用的是田园土加的一些颗粒种植的。田园土里面加了一些树皮。枣树呢不挑土哦，所以呢拿田园土加上一些颗粒都是能种好的。颗粒呢，我们可以用珍珠岩、火山石、青石、红彩石、珍珠岩等等，只要有一定的粗松透气就行。但是呢，想让一棵盆栽的枣树结这么多，而且果子这么大，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讲一些怎么让它多结果，然后果子结得住的技巧吧。第一，在小苗的时候一定要用小盆去种植，如果用太大的盆，小苗经常会容易出现僵苗的情况。很多小伙伴一开始用太大的盆，后面发现自己的盆栽枣树不怎么长，因为盆太大，干湿循环慢的情况下，枣树的根系是不怎么生长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再给大家讲讲怎么让它果子结得住、结得多。让果子结得住、结得多，主要是以下3个方面。第一呢，就是肥料了。肥料主要是秋肥，秋肥给足了，第2年开春的时候，它的果子才能结得住、结得牢。那秋天的时候应该给些什么肥料呢？秋天呢，我们以有机肥为主，主要用羊粪，然后加上一些复合肥就行了。春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要及时的去追施一些高磷肥，还有微量元素肥等。但是有些品种，像我种的这个福翠蜜，它有可能会出现授粉不施的情况，有些什么方法能够去解决呢？其中呢，有一个小技巧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家看看这是什么？是砧木上面出来的一个枝条，你看上面也有这很小很小的枣子，但是这个枣子呢都是核，你看没有肉。我为什么把它留着呢？我是给上面的这棵福翠蜜枣树做授粉树的，用它来给上面的这个大枣授粉，上面的枣结实率可以更高，而且果子可以更大，品质更好。所以小伙伴们想让它结得更多，也可以像我一样留一根下面的这个砧木的枝条。另外呢，环割下面底部的枝条，还有呢通过铁丝捆绑，这2个也是非常常用的让枣树高产的方法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讲讲怎么减少自己的福翠蜜果子裂果的情况。种过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品种容易裂果。另外呢，给大家讲讲怎么让自己的盆栽枣树的枣子果子水润又脆甜。有些小伙伴尝试过福翠蜜，但是福翠蜜种植呢，经常会出现裂果的情况。裂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？主要第一个就是幼果的时候你没有给足钙肥，就是在它小果子的时候，小果子的时候钙肥不足的话，后期你再去追钙肥，它都有可能出现裂果。还有就是在快成熟的时候，一定要及时的控水，如果不控水的话，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裂果的情况。还有小伙伴说自己种植的枣也结的比较多，但是呢不是那么脆那么甜，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主要还是水肥管理问题。后期的时候肥料不足，特别是钾肥不足的情况，那特别容易出现什么？就是你的枣比较干，里面不是很水润的那种感觉。你看像这种种植的好的枣，都是这种嘎嘣脆，啊，很甜很甜的，大家听得出声音。你看，枣树见效很快，你现在种起来2年就可以结这么多果子，也没有用很大的盆，对吧？秋天的时候给足肥料，然后第2年自然能结果，结得多。大家看看我种的这个枣大不大？一会儿我们就摘了1篮子了，你看摘得满满当当，每一个枣都是嘎嘣脆，特别好吃。而且这个枣树种植的好呢，1年可以结好几季的，合理的去干预它的枝条，1年2到3季果子是没有问题的。等到第1批果子吃好完了以后，新梢出来，就可以对前端进行打顶，很快第2批花就可以出来了。这个时候及时的去补充一些高磷肥，比如说磷酸二氢钾，再配合一些盆肥，它的果子自然就结得多、结得住。然后等到它长得比较高的时候，我们及时的去打顶，这样
营养一部分可以回流，枣子可以结得更多。你们看一块就占这么多丰脆的枣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